刑警查案时竟扒光女死者的贴身衣服，不料却在胸部上发现了拆开的套套。死之前被暴力侵害。我们从被害人体内采集了一些精斑，有3名男子对他实施了性侵。警方本以为这跟破案毫无关系，殊不知正是这个包装，竟帮助警方破解了一桩无懈可击的杀人案。这个女孩走在无人的小巷，突然被陌生人一刀割断颈动脉，痛苦地捂着脖子倒在了地上。很快，警方接到报案，立马对现场进行勘查，看到女孩浑身是血的，躺在一片血泊之中，脖子上的伤口宣告着女孩刚刚遭遇了不测。法医王兰对尸体检查时，发现女孩颈部还是柔软的，说明她是在2小时内遇害，而死因就是被一刀割断颈动脉，造成大量出血而死。听起来实在有些瘆人，可见凶手是个相当职业的老手，杀起人来一点都不拖泥带水。随后，眼尖的陈队在女孩胸口处发现了一张小卡片，上面有一个树的图案。这张神秘卡片的用意是什么？好奇的陈队赶忙回到警局，让小光查看图片的深意，结果发现这是一张环保卡，是绿色环境保护协会的标志。凶手放这玩意儿干什么？国外很多案例表明，凶手如果在现场放了特定的标志，那就说明他的行动带有明确的目的性，甚至带有可怕的宗旨。类似的案件肯定还会发生，或者已经发生了。环保就代表着绿色，也就是清理垃圾的意思。陈队嗅出一丝清道夫的味道，赶忙让杜山立马调查相似的案件，或许凶手在不久的将来还会作案，所以陈队必须赶在他之前将其抓捕。紧接着，陈队为了获取新的线索，便找到王兰询问尸检结果。据王兰汇报，凶手所用的刀具异常锋利，很像是剃须刀或者手术刀，但进一步检验结果还没出来。陈队只好从刀口深浅开始分析凶手作案时的心理侧写。刀口深就代表着凶手作案时非常紧张，但如果刀口恰到好处，那就更可怕了。这个凶手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随后，陈队把女孩的私人物品全部拿了出来。从里面的钱包和避孕产品来看，女孩从事的工作应该不太正规，但奇怪的是，女孩竟然没有身份证。陈队只好从手机里的通讯录牌查起，瞄以调查女孩的最后一通电话，发现是一个叫孟雪的人打来的。紧接着，唐辉拨通电话，找到了这个孟雪，了解到死者叫做林美娜，跟她是同事关系。当孟雪得知林美娜的死讯后，表现得十分震惊，于是苗以便询问他们俩最后一通电话都说了些什么。孟雪表示只是让林美娜快点回来，结果一直等到了现在。苗以询问出他们上班的地方后，第二天一大早就杀了过来。娱乐城的老板听到林美娜的死讯后，表示他并没有什么仇人，如果有也是私底下结交的。老板摆明想要撇清关系，可唐辉知道他们这个娱乐城不会干什么好事，就询问这里有没有特殊服务。结果老板赶忙摇头，表示愿意用人头保证，这里绝没有违法乱纪的事情。但服务员下班后怎么样，他也没有权利管。我看他们的业余时间也都是在你这儿度过的吧。与此同时，王兰尸检发现死者林美娜的口鼻处都有麻醉剂的成分，并且林美娜还患有严重的性病。看来陈队的猜测并没有出错，林美娜的确是特殊职业从事者。而小光检测环保卡片发现，上面没有留下任何指纹，只有手套留下来的痕迹，由此证明这张卡片就是凶手留下的。案情一步步的往深处探索着，警局内却突然闯进来一个女人，非说要给警方提供死者林美娜的线索。通过询问，陈队了解到女人叫做程小梅。案发当晚，他看到李美娜接到一个顾客，那个顾客就跟变态一样，什么也没干，就扔下100元离开了。只是拉他衣服看了一下，然后扔100块钱就走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当然是李美娜自己吹的了，她当时还说那人变态。嘿，真是得便宜卖乖，可是没高兴过，当天晚上就被人给杀了。陈队听后赶忙询问那人的长相，可程小梅也没有亲眼见过，只知道对方是个帅哥，但到底有多帅她也不知道。结果程小梅说完就开始聊起陈队，说陈队在她眼里也只是刚刚及格。程小梅的这番话让陈队瞬间脸红，不过陈队在我眼里可是相当帅的，最低也是90分。太过分了。不过陈队，他刚才说的消息有什么价值吗？现在还理不出头绪。不过他说的那个奇怪男人，如果不是偷窥狂，那就大有文章。案情调查到现在，陈队基本可以排除仇杀和抢劫杀人的可能。苗以认为这是一场误杀，可能是凶手看错人导致的。但如果是误杀的话，这个案子很可能就会成为一起无头案。毕竟现场没有找到任何证据，如果连凶手的作案动机都不知道，那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了。于是陈队决定使用笨办法，对死者的通讯录进行逐一排查，总能找出点新线索。说罢，队员们就开始分头调查。杜山和苗以找到通讯录上的内科医生，询问他和死者的关系，结果医生根本不认识此人，想了半天才想起来，或许是他曾经的病人。而医生在案发当晚也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。苗以和杜山找了将近10个人，连一点线索都没有找到，可还剩下40个人没有调查。正当苗以头疼时，杜山突然接到电话，得知平安小区发生了一起命案。等杜山赶到时，发现女人的死法跟上一个死者完全相同，同样是颈部大动脉被割破，出血过多而死。2个人都是一刀毙命，而小光也在现场找到了一张相同的环保卡片，
看来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。陆山赶忙搜查死者家中，在背包里找到了死者的身份证。结果苗乙发现，此人不正是刚到警局报案的程小梅吗？如果连程小梅都遇害了，那么下一个遇害的就是林美娜的室友孟雪。随后，唐辉又通过电话来到一处小区内，才找到了这个孟雪。了解到她因为害怕被人杀害，所以才租了这套房子。警方不免将嫌疑指向孟雪。林美娜是她室友，程小梅前一天还刚和她发生过矛盾。唐辉和苗乙找到孟雪时，她刚搬完家，以为两人还是为林美娜的事而来。苗乙直接问她昨晚为什么和程小梅吵架。孟雪说两人起冲突只是因为程小梅抢了她的客人，她气不过吵了几句，没多久就被其他姐妹拉开，事情也就不了了之。程小梅和那个客人喝了酒，一起出的娱乐城，她忙到凌晨1点才下班，之后再也没见过程小梅。王安尸检后确定程小梅的死状与林美娜如出一辙，同样是先被麻醉剂迷晕，再遭一刀毙命，凶器同为手术刀类锐器，死亡时间都在深夜12点左右。不过他吸入的麻醉剂没有林美娜多，所以还有余力试图爬出去求救。根据死亡时间，孟雪的嫌疑很快被排除。苗乙也觉得他不像说谎。小光在程小梅家门把手上提取到的指纹也并非孟雪所有。陈队综合现有线索判断，凶手很可能是一名医生。从2名死者的职业来看，凶手或许是借助环保卡传达某种扭曲理念，自以为代表正义，杀害他们是为提醒世人不要自甘堕落，以替天行道的名义清除所谓污染。陈队怀疑杀害程小梅和林美娜的是同一个人，不排除是被他们最后一个服务完的客人尾随后杀害，随即让人根据孟雪的描述绘制模拟画像，并把画像交给娱乐城经理，叮嘱他一旦见到此人立刻通知警方。没想到画像上男子的身份很快查清，此人叫贺军，并不是医生，反而是一名多次被派出所处理的瓢虫，也因此丢了工作，被妻子离婚。杀人动机十分强烈，留下环保卡也合乎逻辑。更关键的是，他的前妻正是一名外科医生。贺军完全有渠道弄到手术刀和麻醉剂。陈队找到齐小曼，提起他的前夫贺军，齐小曼眼神里满是轻蔑。我现在跟他话都不说，他干了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怎么他找小姐又被你们抓了？回到局里，苗乙想出一个馊主意，要不我扮成服务员去娱乐城钓鱼，看能不能引凶手出来。唐辉和杜山当即反对。陈队刚要开口，突然接到娱乐城经理电话，贺军出现了，还打听了孟雪的住址，很可能要对孟雪下手。陈队立刻带人赶往孟雪家，正好撞上贺军行凶现场。孟雪为了逃命，竟直接从楼上跳了下来，万幸只是摔伤了腿。陈队留下苗乙看护孟雪，带着其他人去堵截贺军。把刀放下，放下！娱乐城服务员接连被杀，头号嫌疑人贺军又被当场抓获。陈队却觉得不对劲，贺军身上既没有前几起案件现场出现的环保卡，也没有麻醉剂、手术刀等作案工具。审讯室里，贺军承认去找孟雪就是为了杀人。3个月前，公司来了大客户，老板让他陪客户去娱乐城，客户想找小姐作陪，他便安排了，自己也和一名小姐开了房，结果被扫黄民警抓获。半个月后，他发现自己染上性病，还传染给了妻子，妻子因此和他离婚。接下来半个月，他整个人浑浑噩噩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因此工作也丢了。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孟雪害的，让他一无所有。杀孟雪就是为了除害。你已经除了己害了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那林美娜和程小梅，你认识吧？不认识。别看仔细，你一个都不认识。有些眼熟，应该不认识。贺军，你是宜江村的常客，宜江村2个服务员被杀的事情，你没听说过？什么服务员？都是些害人的妖精，死一个少。我们现在掌握这情况，一个人是跟你走了之后被杀的，另外一个人也是一样，你怎么解释？你怀疑我杀人，纯粹是无中生有吗？声音再高，也不能证明你的清白。你给我仔细想想，你要是真想不起来，我找几个证人帮着你想。
贺军看过照片后承认，这两人他都见过。林美那个只拉开衣服看，一眼就走的客人正是他。被抓当晚他喝多了，根本不记得对方是谁，只记得那名小姐身上有蝴蝶纹身，才用了这个办法试探。程小梅也是如此，而且程小梅多嘴提了一句，孟雪身上就有蝴蝶纹身，他才盯上了孟雪。先生，看一次给多少钱？要是划算的话，明儿我也刺一只。你是宜江春的常客，宜江春2个服务员被杀的事情，你没听说过？都是些害人的妖精，平安死一个少。一个人是跟你走了之后被杀的，另外一个人也是一样。你怀疑我杀人，纯粹是无中生有吗？陈队逼问他到底杀了几个人，可贺军怎么都不愿意交代。无奈之下，杜山只好拿出铁证，告知贺军现场发现的环保卡片正是从他家中搜出来的。这下证据确凿，看他还如何狡辩。你说我拿着以前破卡片杀人？这些在你家搜到的卡片和案发现场发现的卡片是一模一样。我家？你家卧室的梳妆台里，小曼的房间。你们不是离婚了吗？说到梳妆台，贺军彻底懵了，因为那是他前妻的房间，而他们俩虽然离婚，但因为房子只有一套，所以还在一个屋檐下。陈队听到这个消息，立马察觉出大事不妙，因为孟雪此刻正因为骨折在医院里躺着呢。张主任，齐小曼今天值班没有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骨科在什么地方？5楼。与此同时，骨科病房里，齐小曼正拿着注射器准备对孟雪下手。好在陈队及时赶来，这才救了孟雪一命。可要说救，其实也没有救，毕竟针头还在脖子附近呢。而这一段也堪称童年阴影，甚至背景音乐还有一丝狄仁杰的味道。我干什么？你已经没有资格问了吧？齐大夫，这里是病房，我们出去谈谈好吗？齐小曼看着丈夫贺军的到来，脸上充满了失望，因为她本可以是一个好人，全让丈夫把她给毁了。今天咱们就在这儿做个了结吧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你应该问问你自己啊！就是这个女人，害得我染了性病，毁了我的一生。直到现在，你还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，真恶心。面对丈夫的毁三观言论，齐小曼直接奉上一个恶评，虽然冲动，但是格外清醒。嫖娼本就是男人的过错，而贺军却要把错误归结到孟雪身上，实在令人恶心。陈队担心齐小曼不够理智，一直劝阻着她。齐小曼看死到临头了，这才打算讲出自己杀人的理由。我只是发现离婚后，你依然恶习不改，你到处沾花惹草，像你这种人就应该受到惩罚。可是我一想到我们感情好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憎恨那些卖淫女。我宁愿相信是他们引诱你堕落的，于是我就跟着你，你嫖一个，我杀一个。齐小曼用消毒剂杀害林美娜后，就喜欢上了杀人的感觉，特意留下环保卡片来证明自己杀掉的都是社会垃圾。而她杀成小梅时，则更加的讽刺，仅仅是拿出信用卡放在猫眼上，眼里只有钱的程小梅就乖乖的把门给打开了。杀完人后，齐小曼没有丝毫犹豫，就开始跟踪丈夫，寻找下一个目标。这女人实在太狠毒了。本以为齐小曼的三观是正确的，结果发现他们俩是同一类人。嫖娼本就是男人的过错，导致贺军失业的，也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理智去遏制住自己的欲望，才导致一步步妻离子散的。而妻子被狠狠伤害后，也把所有的过错全加在了小姐身上。因为对丈夫还有爱意，所以就一直跟踪丈夫，施展自己复仇的欲望。不得不说，这对夫妻真是绝配，两个人的三观没有一个是正的。我再去找这种女人，不是为了去寻欢作乐，我要找到这个害了我一生的女人，我要让她用死来赔偿我，不想让她再去爱别人，再去爱别的家庭。现在好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